我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朋友在茶桌上是行家，聊起山场、原料、回甘，头头是道，可一拿起红酒杯就有点犯怵，觉得那玩意儿又贵又悬，什么风土、单宁、年份，听着就头大。其实啊，我得告诉你个大实话，你一个爱喝茶的中国人，早就已经是半个葡萄酒专家了。你那条被好茶滋养出来的舌头，你那份能理解山场气的智慧，是你品懂葡萄酒最牛的外挂。今天咱不搞那些虚的，我就用你最熟悉的茶给你当翻译，把葡萄酒这点事儿从里到外给你讲透。好，咱们先聊最玄乎的那个词儿，叫风土，听着特高大上，对吧？我刚入行的时候，天天听人说风土也是云里雾里的。后来有一天，我喝着一杯无盐茶，看着手里的一款勃艮第酒的酒庄介绍，一下就通了。这风土说白了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搁在农作物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或者养一方葡萄。它包括什么呢？土壤、气候、地形、光照，所有这些大自然给的改不了的硬条件。你想想，为什么咱们喝茶那么讲究山场？就说我的岩茶，为啥非得是3坑2涧的正岩茶才算顶尖？因为那是河谷，两边都是石头山，太阳晒的时间短，常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更关键的是，那土是那种透气性特好的沙莲风化土，天时地利凑一块儿，才养出了那股子霸道又独特的盐韵，喝到嘴里有股矿物质的劲儿，这就是风土的味道。这道理跟法国勃艮第的葡萄酒一模一样。勃艮第为啥牛？就是因为它那片地主要是石灰岩和粘土，几亿年前是片海洋，土壤里全是矿物质，气候呢又偏凉，昼夜温差大，所以它种出来的黑皮诺、霞多丽葡萄就带着一股子特别优雅清冽的矿物感。你现在再品品，是不是武夷山的盐韵和勃艮第的矿石风土说的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再举个例子，西湖龙井讲究湿龙云虎梅5大核心产区，为啥？因为那儿的土是微酸性的沙质土，矿物质丰富，所以出来的茶有股独特的豆花香，喝着鲜爽甘醇。这感觉就特别像德国摩泽尔产区的雷司令，那地方全是陡峭的页岩坡，气候凉，葡萄成熟的慢，酿出来的酒酸度极高，清新的像一道闪电，纯净的很。还有云南的普洱，顶级老寨比如冰岛，海拔高，云雾多，古茶树的根扎得深，因此那的茶汤经常被老茶客描述为清冽顺滑，带冰糖甜的回甘。这股甜润甘醇的劲儿跟法国波尔多又暗，那种粘土石灰岩养出来的梅洛葡萄酿的酒，那种成熟圆润的果味和丝滑口感就是异曲同工。所以你看，风土一点都不悬，你下次再听到这个词，脑子里就想咱们的山场，一下就明白了。聊完地，咱们聊了种子，茶有好坏也看树种，比如龙井43号、福鼎大白茶、祁门猪叶种。葡萄也一样，赤霞珠、梅洛、希拉，这就是它们的品种，是决定风味的基因。这个怎么理解呢？你想想武夷岩茶里的肉桂，香气是不是特别霸道？那股子桂皮香，张扬辛辣，喝到嘴里劲儿也大，茶气足。这性格就活脱脱是葡萄酒里的赤霞珠。赤霞珠这个品种天生就是帝王相，果味浓郁，像黑加仑、黑莓，单宁又重，结构感特强，喝到嘴里就是饱满有力，霸气侧漏。那有霸气的就有热情甜美的。再想想咱们的红茶，特别是云南的滇红或者安徽的祁门香，它是什么感觉？是那种暖洋洋的带着蜜香和薯香的甜润感，喝到嘴里醇厚顺滑，特别舒服。这个劲儿就特别像葡萄酒里的希拉，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希拉，在那边叫 Shiraz。 它没有赤霞珠那么强的骨架感，但是果味特别奔放，充满了黑莓、李子甚至焦糖巧克力的甜美气息，口感醇厚，带着一丝甜香料的味道，热情又迷人。所以你看，赤霞珠就像岩茶里的肉桂，霸道强劲，而希拉呢，就像一杯暖洋洋的滇红，甜美醇厚。一个帝王，一个暖男，基因决定了性格。你下次去餐厅点酒，服务员问你喜欢哪种风格，你就想想，我今天想要肉桂的硬朗，还是滇红的温暖，就不会点错了。有了好地好种子，还得有好手艺。一杯好茶，一瓶好酒的诞生，都离不开酿造者画龙点睛的工艺。这手艺活儿，在我看来，
起码有3种不同的玩法。第一种玩法叫锁鲜，追求的是原汁原味，比如不锈钢罐发酵的白葡萄酒，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葡萄本身清新的花香和果香。这像什么？就像咱们的绿茶。绿茶的核心工艺是杀青，高温快速的终止发酵，把那份鲜爽牢牢锁住。所以一杯鲜爽的长相思本质上就是葡萄酒世界里的西湖龙井。第二种玩法叫叠加，追求的是层次丰富。这就好比给葡萄酒住精装房。橡木桶会给酒带来烘烤、香草、椰蓉、坚果这些额外的复杂味道，酒体也变得更圆润。这又像咱们的乌龙茶了，特别是铁观音和岩茶，要经过反复的做青、摇晃、晾晒和细致的焙火。这些复杂的工艺就是在给茶叶原本的花果香之上再叠加一层更深沉、更醇厚的韵味。但除了这2种，还有第3种更绝的，玩的是转化。想想法国的贵腐酒，它让一种叫贵腐菌的霉菌给葡萄动了个微创手术，菌丝在皮上扎出小孔，风干水分，把所有风味都浓缩成精华。酿出的酒，年轻时是蜜香杏扑，陈年后就是药香焦汤。这像谁？像极了咱们的福鼎老白茶。它的核心工艺尾雕，不炒不揉，本质也是一场漫长的风干浓缩，让茶叶在缓慢湿水中完成风味转化，才能从年轻时候的清新微甜陈放出迷人的蜜香、枣香和药香。你看，一个靠霉菌，一个靠风，都是通过湿水浓缩这门手艺，把鲜活转化成了复杂醇厚，同样拥有惊人陈年潜力的琼浆玉液。这不就是异曲同工吗？爱喝茶和爱喝酒的人都绕不开一个词：时间。你老听人说82年的拉菲，这个年份和陈化到底啥意思？其实啊，要理解这事儿，咱们可以把茶和酒对时间的态度分成2种截然不同的活法。第一种叫不负春光。你想想江南的明前龙井，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茶农们赶在清明前抢摘下最嫩的芽尖儿，用最快的速度杀青，把整个春天的味道都锁在那一片茶叶里。这种茶就是要趁着新鲜喝，放久了那股子鲜灵劲儿就散了。它的价值就在于抓住了时间最短暂、最美好的那个瞬间。葡萄酒里也有这种急性子，最典型的就是法国的博若莱新酒。法律规定每年11月的第3个星期四全球同步上市，全世界的酒友们就等着这一天，开瓶畅饮，喝的就是那股子刚从葡萄藤上摘下来的新鲜果香，跟参加一个全球同步的盛大派对似的。这种酒你要是放个3-5年再喝，那可就牛头不对马嘴了。所以你看，第一种时间的艺术就是活在当下，追求的是极致的新鲜，而第2种恰恰相反，叫未来可期。这就要说到普洱生茶了，尤其是古树茶。新茶刚压出来的时候，劲儿大，又苦又涩，跟个不好惹的愣头青似的，很多人喝不惯。但你把它放到专业的仓里，给它10年20年的时间，让它慢慢转化，你再喝，苦涩没了，变成了醇厚甘润，还会出来奇妙的药香、樟香、沉香。时间把一个愣头青打磨成了一位温润又有智慧的长者。酒圈里常说的大酒，玩的也是这个路数。你说的82年拉菲就是最好的例子。顶级的波尔多和勃艮第，年轻的时候都有点棱角，特别是波尔多左岸那些以赤霞珠为主的酒，单宁又硬又重，像个硬汉，不好接近。但你给它时间，让它在瓶子里躺上几十年，那些硬朗的单宁会变得像天鹅绒一样柔顺，原本的果香会和陈年发展出的皮革、雪松、烟草、风干菌菇的味道绕在一起，变得无比复杂、深邃、迷人。所以第2种时间的艺术就是投资未来，追求的是经过岁月沉淀后的层次和质感。现在你明白了吧？下次再看到一瓶酒，你不用去死记硬背年份好坏，你只需要在心里问一句：这瓶酒或者这饼茶，它玩的是不负春光，还是未来可期？想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懂得了如何去欣赏它，也就懂得了它真正的价值所在。这事儿急不来，无论是存茶还是存酒，玩的都是对时间的理解和耐心。聊到这儿，咱们已经能从宏观上理解一瓶酒了，但真正喝到嘴里，那种细微的感觉怎么描述呢？其实你那条品茶的舌头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所有答案。咱们喝茶常说这茶汤是厚还是薄，对吧？有的茶喝起来水水的，有的茶喝起来很稠，感觉嘴里包着一团东西。这个厚薄在葡萄酒里就叫酒体，酒体饱满的
就像一碗浓厚的普洱熟茶，酒体轻盈的，就像一杯清淡的绿茶，这完全是同一种口腔感受。再说说色感，好茶，尤其是一些岩茶、生普，入口都会有一点色感，这是茶多酚带来的。这种色感不是坏事，它能给茶汤带来骨架感，让茶更有力量。葡萄酒里的色感主要来自葡萄皮或带梗里的单宁，单宁也是葡萄酒骨架的一部分，它对于一瓶酒的结构和陈年潜力占有很大的权重，所以你也可以把单宁想成葡萄酒里的茶多酚。最妙的是生津，你喝到好茶，是不是会感觉两颊生津，口水不断的冒出来？这是茶叶里的有机酸带来的愉悦感。在葡萄酒里，这个感觉叫酸度。好的酸度能让酒活起来，显得清爽提神，让你忍不住想喝第二口。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说这酒酸度漂亮，你就想，哦，这就是生津感啊。甚至咱们喝茶最高境界追求的那个茶气和喉韵，那种喝下去之后身体发热，喉咙里有持续回味的感受，也和顶级葡萄酒的结构感和悠长余味是相通的，都是各种元素完美平衡后带来的一种超越了味觉本身的身心愉悦的体验。所以别怕，你懂茶汤的厚、薄、色感和生津，就没人能忽悠你酒。你看，从土地到种子，从手艺到时间，再到最终入口的感受，茶和酒这两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底层的逻辑和审美的趣味其实非常的一致。它们都是自然的产物，都依赖风土的馈赠，它们都是时间的艺术，懂得在心与尘之间找到自己的价值。它们都需要匠人精神，通过精湛的工艺去激发原料的潜力。它们最终都需要一个懂得欣赏的灵魂，用开放的感官和内心去品味其中万千滋味。所以爱喝茶的你，真的不用把葡萄酒想得那么复杂，你理解山场气的智慧，就能领悟风土的魅力。你品鉴回甘生津的舌头，天生就能分辨好酒的层次。茶和酒不过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语言，说的都是土地和光阴的故事。下次再拿起一杯酒，别紧张，也别去背那些复杂的名词，你就试着问问自己，它像哪种茶呢？是像龙井一样清新，还是像岩茶一样醇厚？是像生普一样需要等待，还是像红茶一样温暖甜美？当你开始这么思考的时候，你就真正推开了葡萄酒世界的大门。我是老郭，有时候爱自己喝点，解压放松，想点事儿。如果你也喜欢，记得关注我。